来报新玩具，机械入侵出品的巨型军团，一套新的工程车合体部队啊！这一套其实跟我们印象中的大力神，虽然说单体成员看起来差不多，但合体其实手脚有一种互换的感觉啊。盒子的外包装其实挺大的，一盒里边分了2个，这一盒的售价是399块，也就是平均200块一个啊。那这个性价比看起来就很舒服了。内包黑色泡沫填充，可以很好的保护玩具。纸品也是一份这种大开页的说明书，用彩色图片高亮展示，变形指示还是不错的。我们直接来看玩具的实物，6合体啊，这一回是2只手臂，铲车和搅拌车，在我们的概念中啊，应该是。那我们概念当中的大力神工程车合体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对吧？但是现在呢，貌似也能变成2只脚啊！我不知道它将来以后会不会有手脚互换的这个噱头。我们先来从铲车开始看起吧，个头来说还是不小的，全车的长度差不多在19公分左右。应该是一个可以配 MP 的比例了，身上有很多涂装的印刷，细节展示的还是不错的。橡胶的轮胎，塑料的轮毂，推车滚动还是非常丝滑的。前方的铲斗一体性很完整，里边有一些细节的刻画。在关节的位置使用了2块合金的零件增加强度，并且根部有2段的齿轮关节来进行抬起，举的还是很高的。有合金，有齿轮，200块这么大的一个，还是个原创玩具，哇，这性价比是不是一下就出来了？车窗的位置用了金属蓝漆作为点缀，后边这里也有银漆做一些细节的刻画，尾部这里的刹车灯以及警示条纹。360度来看一下，其实这个铲车变形完成以后还是挺完整的。在这个车型状态啊，其实是更好变成合体形态的。我们可以先把这一块插口掰开翻起来，然后把这里整个的拉开，左右旋转打松，大拳头就在这里边了，翻折出来，再回归，包回去，插扣锁住，折叠下来。稍微的我们旋转一下方向，把这个关节顺过来。曲轴的位置在这里，合体连接的关节是一个滑槽形式进行套合，并且肩关节这里也有不错的齿轮进行旋转。那一条手臂其实就这么非常简单的变形完成了。最厉害的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配件，纯一体变形收纳。这个也是这一款的最大的亮点噱头了。完成效果还不错吧？这条胳膊啊，厚厚实实的，就看起来很壮硕。那现在我们开始把它变成机器人的形态，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先把这铲斗拔开，然后通过这里的齿轮关节2段把它立直了。前边的车轮翻开里边的插扣位置，这里是裙甲的造型。腿部左右分开，打开铲斗上方的插扣以及里边的一个合金支撑的棍子，把这个合金的杆放下来，腿部再归位。现在看起来侧面这里有一个空洞，把里边的挡板翻过来。它为了保证这个一体性，还加了个盖子。当然脚底下就是空的了啊，并没有第2块面板来把这个盖子扣合。好，2条腿就这么简单的完成了。腰部顺着这里旋转180度，翻到正面，然后打开驾驶舱，脑袋从里边抠出来。后边的这一块像刚才我们变成合体形态，打开，2个手腕90度折叠，放上来，左右打开里边的插扣，往外先翻折，打开以后，注意肚子里边其实武器还是一体收纳的，抠出来，再把这个大拳头往回填，再立一个90度，折进来。肩膀的位置，把这一块旋转90度压平。好，
这一块顺着里边的双关节，灰色的零件尽量的往上提。脖子下方这里又会出现一个插扣，把这里固定上。最后肩膀回归往下折叠，从二头肌旋转过来。枪管左右旋转，拉开。枪头这里有2块强力磁铁，对着脑门吸一下。眼灯就可以点亮了，而且这一回里边是有灯光模组和电池的，一并带在了盒子里边。所以呀，各种的噱头给你加进去啊，这套还是有点东西的。来看人形的细节，胸口这一块的刻画和涂装处理效果都非常的不错。头部360度可以来回旋转，点头抬头球形关节有一定的幅度。肩膀360度旋转，平举胳膊的话，因为肩膀坐在了这块的变形位置，所以感觉腋下的这里有一些变形。二头肌变形需要可以旋转，胳膊肘可以曲臂到135度左右，手腕左右可以旋转，并且因为变形的关系啊，这块还能往上折叠一点点。当然也看到一点不好的地方，大臂银色零件这里有一点偷胶空洞。腰部变形需要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同时合体的肘部关节也变成了人形的弯腰关节，齿轮还是很清脆的。裙架打开，前踢齿轮关节，后踢都能达到100多度，侧踢这里也是齿轮，非常的稳定。大腿根左右可以旋转，因为是铲斗的臂啊，所以膝盖屈膝的幅度也很大。脚踝左右的接地幅度也非常的大，360度旋转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背包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背后并没有明显的偷胶空洞。这一款的偷胶主要就是在大臂银色零件里边的一些孔洞，还有脚底，因为是铲斗变形成的，所以有2个大窟窿。除此之外，其他的地方还好吧，拿起来整体的质感还不错啊，其实有一定的分量。我们再来看这款搅拌车，后边的滚筒是不可以动的，这里边涉及到变形机构、橡胶的轮胎、塑料的轮毂，依旧推车滚动，非常的静音丝滑。后边这里油箱用的是一个大的合金零件，主要也是为了揪着前后的这2块吧，起到一个稳定的效果。烟囱细节的点缀，银色涂装处理，金属漆蓝色涂出来的车窗，前方的保险杠这里也是非常的规整啊。这一套嘛，应该也是属于那种工艺比较成熟的厂家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个缝隙面，你看扣合以后对得严严实实，相当的规整规矩。底盘来看也是干干净净的，同时这里也能收纳它的武器。这一套，这就是说我想要的东西啊，对于一款变形玩具该有的一些想法，它都能做得到。小武器一体收纳，合金零件、齿轮关节一体变形，没有任何配件变出来的2只大手，再加上做工素质各方面来说。18公分的一辆大车，这个对于现在的第三方玩具来说，也算是一个能配 MP 的身高了。那我们开始变成它的合体形态，这个也很简单啊。先把后边的整个的滚筒拉起来，这个口我们已经拉开了，后边的这个出料口往上折叠一下，旋转个180度，大拳头直接从里边翻出来，然后盖。然后打开这块合金的油箱，注意打开这个插扣的同时，下方这里是有一个滑槽的，把它拉长，顺着这里看，拉这面扣子就脱开了。接着往上旋转，卡过来，在这个里边有一个半圆的凹洞，刚刚好卡在轮毂中间的这个半圆弧形上面，这块是曲臂的空间，所以折到这个幅度吧。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后边的油桶压下来，把里边的插扣对齐，然后顺着这里边锁住这2个大的插孔，挂上去。那这个搅拌车变成的手臂就搞定了。感觉这一块的臂甲做一个搅拌的滚筒的造型还是非常厚重的啊，脱离了我们概念中大力神的那种分布的情况，其实这样看起来也是挺带感的。好，我们把它回归车型来开始变成人吧。变形的第一步依旧是拆开油箱，注意顶一下后边这里的轴，把它拉长，前方的扣子也就脱开了。接着旋转180度，把它卡在轮毂的边缘凹洞里，
和这个半圆进行一个咬合，再往下压，把这里固定起来。前半个脱开之后，我们可以直接一分为二，把夹着的小枪拿出来，顺着后边这里的双段齿轮关节再次翻折、拉长。哎，这一套就是简单变形、很流畅的一个操作。确实啊，合体金刚的单体成员没有必要做得太复杂，不然会不太方便把玩。大腿这里错着位置啊，也有滑槽，我们把它拼正，定出来造型。其实我觉得腿部变成现在的样子也挺好看的啊。我们一会儿先来看一下效果吧。不管了，先变成这样。后边这里的搅拌罐子依旧双关节先拉起来，把这个出料口折上去卡住。接着后轮的这两块同样做成了手臂的位置，中间有连接的插扣打开，然后根据一个 Z 字折叠拉起来，把紫色的位置变成它肩膀上方，胳膊挪开，提上去，两个大手旋转90度拉出来，放好，胸口的银色面板180度翻下来，背后的搅拌筒在双关节提上去，中间的插扣卡住，最后把腰部旋转180度拉过来。其实这个样子也算变形完成了吧？不过确实这个大脚丫子也太大了，汽车大师。但其实说明书有正常的变形过程啊，先把这一块银灰色的零件旋转90度拉上来，它的大脚丫子在这里，再把脚后跟翻开，前边车头的鼻子旋转90度压到底，这里有卡扣，扣瓷实了，再把这一块拉过来锁住，就不会乱动了。哎，这个过程其实也很简单啊，几个零件几步操作就变形完成了。好，把这个腿的形状做了一个畸变，也算是一种变相的质量转换技术吧。变成一个长条的形状，腿部的比例会显得更加的舒服一些啊。同时翻出来的大脚板厚度也让整个腿部变长了一截，人就显得精神了。依旧掏出他的武器，前方有强力磁铁，吸一下，眼灯就亮起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的细节，同样人形的状态啊，跟我们的概念中搅拌车的那个人形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胸口这里的涂装细节刻画也非常的精致，头部360度可以旋转点头抬头球形关节，肩膀这里360度可以旋转平举胳膊。这个会比铲车感觉稍微好一些吧，但是这一款跟侧面和后面看的时候，会觉得这里会显得有一些空，毕竟零件数控制住了，并没有做一个盖板把这个窟窿堵起来。二头肌左右可以旋转，胳膊屈臂同样一段关节135度，手腕这个左右是不可以旋转，但是可以因为变形的需要往回窝。这一套都是这种动手，手指并没有任何的可动幅度。360度腰部的旋转，不过这一款并没有弯腰关节啊，因为它的这个转动在后方，如果想实现弯腰也不是不可能，就得把这一块转到前方，再把腰部扭过去，把这关节让到前面来，胸甲这里就放不平了，但是这里可以实现一些弯腰的操作。胯部齿轮关节没有任何的干涉，幅度非常的大，大腿根部左右也可以旋转。膝盖的位置同样为双段关节，所以屈腿的幅度180度都没问题。只是在往回折的时候啊，为了美观的程度，把这个双关节记得往前贴一点点，这样大腿就可以放在小腿的正中心位置，对重心的把控也会更好一些。脚踝左右接地，这里也是一个变形的机构。那整体看起来吧，美术风格和美型效果处理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两个大的合金零件放在了肩膀的侧面这里啊，相当于两个肩胛的造型。腿部这一块鼻头的往里90度折叠，很巧很聪明的一个质量转换，又增加了美观程度。变形的过程中又会感觉到这个可能就是减法设计的魅力吧。从后背这里看，完成度也是不错的啊。背后的这个大滚筒虽然说是很大，但是对于搅拌机这么一个成员来说，我觉得这完全也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可能这一款唯一诟病的就是身体后方这里的一个空洞的。
两款变成人形后，身高基本在21到22公分左右，其实是一个不小的个头，也是完全可以搭配如今的 MP 收藏的。所以呢，其实能看得出来，这家新的第三方 IP 也是挺有野心的。虽然说和我们概念中的大力神已经完全不同了，但确实话说回来，人家也没说人做的是大力神啊，只是一套工程车的合体部队。但最终完成的效果，我觉得各方面的素质也都是可圈可点的。毕竟它的售价摆在那里，平均200块左右的一个这么大的玩具，在各方面的素质来说，用料材质啊，发色素，这个绿色发的还是非常漂亮的。但这个料子摸起来的手感，得给大家形容一下，像什么呢？如果你玩过老早年间的 MT 大力神，你就会发现跟那个料子不论是观感上的感觉还是摸起来的手感都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料子是要比 MT 的大力神要厚很多，而且有一定的韧性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吧。而且在人形的身上，灯光模组、电池都一并带在了里边。武器作为灯效的激发开关，在变形的过程中可以完全的隐藏在车型状态下，再加上合体过程不需要任何的配件啊，完全一体变形合体，那这个噱头也算是一个非常强的主打了。迄今为止能做到 MP 身高这么多的噱头还一体变形合体的，也就欧叉这么一家。但是机械入侵的这一套，你就按单体的售价来说，可是要比欧叉单体的一半便宜还要多的。所以按目前399一盒的单价来算的话，合体6个成员也仅需要3盒，不到1200块就可以完成一套工程部队的组合金刚。但这套唯一的问题就是它把手脚的关系互换了，所以跟我们概念当中变形金刚大力神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唯一就是感觉身上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这种空的，并没有用盖子遮盖起来，可能也是碍于成本的限制吧。毕竟399块买2个 MP 身高的组合金刚，有一些东西肯定要考虑的更加的全面。但这一套最大的优势也在于，它考虑到售价和制作成本之后，用极少的零件做出来减法设计，又能完成出来3个很不错的形态效果，甚至说简单的变形过程也很适合你去上手反复的把玩。再有，它把变形金刚迷友很迫切需求的一些元素全部融入了这套的设计当中啊，比如完全一体收纳的枪，将来还能组合成合体的大枪；完全一体收纳的手臂，不需要任何配件就可以直接组合起来的大金刚。所以呀，这一套其实啊，野心不小，挺有卖点。唯一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它和你概念中的大力神手脚互换了呢？当然现在也说不好，看他双脚的成员出来以后，里边会不会有拳头。如果说在后续的成员里边会出现手脚能互换，把这2款变成胳膊只是为了套个马甲版权擦边的话，那这一套的设计更加的锦上添花了。所以说这一套产品，它的设计师是非常懂行的，而且是一个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变形金刚爱好者了，所以他能切身的体会到玩家的需求点以及玩家的嗨点和痛点都在哪里，把握的非常好。最难能可贵的是还能把售价控制下来，所以这一套还是要看它最终全部出来组合以后的完成效果能不能达到大家心里边的预期值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